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次元召唤所。今天又要来打我们轻松的红衣据点战啦。我预计这一场呢会用比较多2打3的方式来做呈现。那在上部影片有观众想要知道怎么样用系统来快速配置符文，所以今天呢这部影片我就会把整个符文配置的过程也展示出来，让还不熟悉的观众也体验一下这个非常便利的系统。那么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据点战吧。那么第一场呢，我就打算用暗猫跟光瑞奇来打这一个组合。首先暗猫的部分呢，我这里是预计要配上吸血，我来找一下哦，吸血硬爆。那符文的部分一定就是工伤弓。再来呢，这边的数值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百爆，然后攻击力的话，应该可以给他一个1600，然后我们就让他自己去做一个配置。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攻击力跟爆率已经做一个锁定了，所以这里就是挑一个爆伤最高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套起来。再来呢，光锐奇的部分，我这里预计是要装破坏反击，然后是体。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符文没有办法到百爆了，所以我就直接设定85。然后血量的话，我不确定有没有到4万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没有到4万的话，那我们这边就降一点，38000也没有，再降35000还是没有，那32000总有了吧？好，那这边32000有的话，我们就挑一个血量最高的配置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你对自己的符文多配几次，越有了解的话，配置的时间就会越快。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魔矿的部分呢。这里我是装一个暗减伤，再加一个异技能的命中增加。然后暗猫这里的话，我看一下我是装什么，我是装应该是反击的增伤吧，然后还有吸血量。那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装个这个叫什么文物吗？对，装个文物。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哇，他等一下，他为什么会没有发动被动啊？我的无敌呢？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无敌没有发动啊？诶，这个很奇怪咯。我的无敌怎么会不见了？不行，我等一下要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光瑞奇只是买一道保险啦，理论上暗猫他自己就有机会可以1打3了。可是我觉得他这一个我的无敌没有发动，真的很奇怪。那么经过回放呢，我才知道说，原来有攻击消除强化效果的一个顺序是，先攻击之后触发的强化效果，也会在同一时间把它消除掉。我本来以为应该是，就是攻击的当下会直接判定消除，那攻击完之后触发的一个强化效果应该是消不掉的。那这个也算是更正了我一个观念。
那么接下来这一场呢，我是打算用一个水光锐奇的部分来做一个尝试。光锐奇的话，我们就是把刚刚的符文可以直接这样子一键套用就可以了。那水锐奇的话，其实我有在想，它的符文我要装什么？它的符文我是不是可以装杂符啊？因为这一组我最主要的是需要光锐奇的一个吸血。那水锐奇的话，我只是想要它可以来做到说一个应该说牵制火手木人的效果。我们装个双意志好了。然后我这里呢装什么呢？也是提吗？给他一个85，然后30血量。如果没有魔矿的话，我觉得28000试试看。那这里的话，这个数值我觉得应该可以哦。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魔矿要装什么呢？魔矿我觉得可以装个一技能命中。再来就是我们来拼一下好了，装个火属性增伤。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希望我不会开场就被消掉那个意志。哦，果然抵抗了。哇，他怎么会先哦？他怎么会先放1技再放2技啊？这么刚好。那这场就翻车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要用水沙弹来做一个攻略。那因为这个是原本就配好的符文，所以就没有重新再配符的这个画面了。那这边的话，水上犬我是装双祝福意志，然后体。魔矿的部分呢，这里我改一下，这里要装一个风减伤。然后水沙弹的部分呢，就是暴走破坏，然后攻伤攻。魔矿就是都单体的一个爆伤增加就好了。那我们这边就把文物给它补上来。水上犬也补一下好了，因为我怕说那一个这好低哦，我怕说就是他的盾会一直被这个暗夫人消掉。那我们就打打看吧。好，那其实说真的，这个对战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因为暗夫人跟风鬼王都是一个可以几乎看成百爆的角色。那我们这边只要把暗夫人给收掉，后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点，就让我们快速的带过吧。好，那么这一场就这样子轻松的拿下了。那么接下来这一场呢，要来玩我们的无限护卫之术。首先呢，亚拉冈的部分，这里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当初怎么配他的符文了，应该是暴走破坏吧。然后这里是体伤体吗？还是速伤体啊？我有点忘记了我之前是不是有配太快，然后不好打的一个情况啊？
没关系，我这里还是不要配速度好了。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就配它一个百爆，然后52抗。再来的话，我想一下哦，速度100就好了吧？速度100会不会太慢了？那我这里挑哦，如果说144，感觉应该还可以。然后这边呢，一样，我体力的只有到+8，真的是很低耶。还是我放防御好了。那魔矿的部分呢是什么呢？魔矿应该是要放火减伤，看一下火减伤有没有体力的。哦，好，没有，那就放这个。然后这边的话，我在想，我应该可以放一个反击的伤害增加吧。反击伤害增加，哦，好像可以哦，这一颗。那再来呢，就是风大美的部分，我这里可以放一个，比如说水增伤，然后再加上一个一技能的命中增加，防御。好，那符文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就是要装暴走反击了，应该是要放一个，我想一下哦，防爆防。那这里的话一样，52是一个比较保险啦，还是设一个条件给他好了。那我这里应该可以设个2000防吧。那我们就让系统来配看。2000防，我想一下哦，2000防配一个百爆给他。体力，像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稍微看一下体力跟防御，如果没有差太多，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选择速度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一样把一个文物装上去。好，这里没有破防。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把一个会消状态的那个，这只是什么啊？突然忘记它的名字了。哦，水佣兵王。我们就是可以先控住它，然后剩下的，哦，这边有消到，那没关系，技能 CD 把它洗起来，然后再把它解掉。哦，这里有一个破防了。这一只风德感觉，我在想说它感觉它很软，但是它这里如果把一个灵魂守护跟防 buff 装上去的话，又很难打。我，这个地方被破防了，赶快，我们再把护卫放上去。好，这队大概是这样子。其实说真的，这一队真的很好玩诶。
只要有看到像这种防守组合的话，有机会我都想要把这一队拿出来玩。那接下来的话，我要来玩暗刺客加暗先锋的一个进攻组合。这里的话，因为我已知我的暗先锋会抢到最快的速度的符文，所以呢，就从暗先锋开始配起。暗先锋的话，我就是装绝望，然后我们只需要给他一条速度就可以了，因为剩下的都还好。那我这边呢是已经知道我的速度最快是可以配到200，那命中的话，我记得是不知道是100还是95。那我们就只要设这2条数字，再让系统去做配置就可以了。好，可以看到说这边就有几个配置出来。那我这里就挑一个攻击力的。再来魔矿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可以全部挑追伤的部分。这里的话，应该是这一颗速追最高的，然后我记得我是全部用攻击力耶。攻击力的话，那应该就是要这一颗了。再给他一个攻击的好了。那再来的话就是光鸟声。光鸟声的部分，因为它已经有被抢到符文了，刚刚被暗先锋拿去，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稍微更改一下。这里就是很单纯，因为你只要速度最快给他，也不用让系统去配，我们就自己手动配就好了。那最后是刺客的部分，我想一下哦，我这一组暗刺客还是配一下好了，迅速刀刃，然后速伤弓。那基本上呢，因为迅速的部分有可能我们会抢到就是刚刚配好的暗先锋跟光鸟声，所以这里呢就要选一个除外条件。那除外条件的话，我们就是把光鸟声跟暗先锋除掉。那这边它配符文的时候，它就会不影响这2只来做一个配置。我这里的话，我想一下哦，我们给它一个180速好了。然后挑一个，哇，这样这爆率好高哦。攻击，再改一下，看一下攻击力，如果把它拉高一点。好，攻击力拉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爆率就不会溢出这么多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挑看你是要攻击力高的呢，还是爆率高的？这个不应该说爆伤高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去做调整就可以了。那魔矿的文物也装一下。那魔矿的部分呢，就都是装一个单体爆伤的一个词条就可以了。好，这里看起来是都跑赢的，没有问题。那我这边，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最危险的应该还是这一只叫什么名字？水死灵。好，果然。那这边它有晕眩2回合的话，我就可以先收掉旁边2只。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点的话，是因为原本工会的人在这打，可是他已经卡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是断线了，所以就我们再把它打下来。那么接下来这一组呢，我要用水螅里来做一个攻略。首先看到水螅里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因为在竞技场有做使用，所以就可以直接套用一般符文。然后魔矿的部分就是装一个速 buff 增加，然后还有一个爆伤增加的词条。再来水布丁的部分呢，它也是我们在
一般外面有做使用的一个符文配置啊，这里就直接套用过来就可以了。那基本上这一个防守组合呢，就是先把暗派收掉，应该剩下风熊猫的部分还撑得住吧？我觉得。好，还有一回合，哇，他的这个速度好慢哦。哎呦，但是很痛。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一场呢，也是一个没有看过的防守组合。那我这边的话是想说用暗阴阳的一个进补来做一个攻略。那我们来配符文吧。符文的话要先配暗阴阳。暗阴阳的部分呢，我这边已知我自己的暴走速体体是可以有一个，我记得是好像190，然后75，这两条是可以满足的。好，那这边的话，这两条可以作为一个满足，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套用起来。那魔矿的部分呢，我这边应该是要改一个，我预计是要先收，应该是要先收光奥吗？没关系，我们这边就装一个水减伤好了。我们这边装一个水减伤，然后再加上一个3技能的命中增加。那进场的话，可能就是在看说光奥跟水龙旗到底谁的速度比较快。那风派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就是暗阴阳自己可以连续2动，应该是说他的2技提完100%之后，不会被风派插队。所以这里呢，我有测试过，大概速差到25左右，我的暗阴阳就可以在业力放完，然后提完条之后呢，马上做一个3技能的释放，才会轮到风派做行动。那魔矿的部分呢，就一定是一个火减伤，再加上一个3技能的回复量增加。体力的有没有？有。文物也装一下好了。那这里的话，因为火巴耶克他只会针对风派去做一个进攻，属性上的关系，他也不会去对暗阴阳放3技，所以这一场基本上不会因为破防而有什么意外。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谁的攻条会比较快吧。哎，拔到他的符文吗？啊，我刚刚忘记把它除外了。我们找一下。风派，基本上风派的这个配置，它也要跟我们刚刚配，应该是说配那个哪一队啊？暗先锋那一队，要把暗阴阳除外会比较好一点。理论上应该会光傲先吧？果然，光傲的攻条是比较多的。那我这里。好，哎呦，这边还有暴走呢。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完全跟我们预期的一个攻略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该放的都有放到，然后也没有被插队。那这边的话，我们有水减伤的部分，所以不用太担心。哎，我应该把业力放在，应该放在光傲身上。哎呦，有一个破防了。哎，其实
我忘记他有无敌了哎。那这样子有点尴尬。他那个进补一直放到，好烦哦。哇，还被抵抗。好，那还是有把这一场拿下。那么这一场可以看到说，我们要用风先锋来做一个攻略。那基本上我是不太会去打33速的一个光雷帝的防守组合。不过这边因为有工会的伙伴先做尝试了，有情报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来配看看符文。那这边的话呢，它是说配到大概速度171还72左右，可以率先出手。所以呢，我们这里就稍微配置了一下，刚刚好有过大概172，然后这里再把文物给补上。最后的话，我看一下哦，我的魔矿这里是有问题的。这里要放一个，比如说水属性的增伤，然后另外一颗呢，就是一个3技能的命中增加。再来水旋琴的部分，应该就直接套用水布丁的符文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就是补一个文物来加一点点的伤害，我们就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跑赢吧。哇，他这边水衣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好，果然是跑赢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有破坏的部分，所以说比较不担心对方会有一个磨不死的状况。那我们就是先针对雷帝做输出吧。好，哇，好痛哦！还被晕，那我能反晕一个吗？哦，还好有反晕到。那这里的话，看一下哦，要赶快把血吸过来。他这个火派的伤害很高哎。哇，真的很会暴走。这个晕眩的几率也太高了吧！再晕一个。哎，我们这边水旋群的晕眩几率也很高哦。
好，那这一场也顺利的拿下了。那么这一场的话，我想要来玩看看风丁奇加水人鱼的一个效果。那这边我想一下，我们风丁奇要怎么配呢？应该是要配一个风减伤吧。风减伤哦，这里有一个体力的，然后我们来放一个什么来着？这个好像放什么都没有差哎，体锥吗？因为放命中也不太需要放命中啊。那这里的话，我看一下哦，应该是要装暴走硬爆吧？这里装个速体，来一个多少速呢？可是对方没有速队长哎，还是我们装3体好了。这里可能来一个，比如说120速好了，然后防御给他一个850。好，我们剩下的就来看体力的部分。哦，哇，152哦，我觉得152很快诶。嗯，我们给他一个限制好了，不要超过140。因为风丁奇最好是可以在对方出手完，我们再出手，这样子比较不会，就是浪费掉我们有一次可以扣对方血的一个时间。然后水人鱼的部分呢，我想想，要先把风丁奇除外，要不然暴走硬爆可能都会抢到。那我这里就暴走硬爆速体装一个，我们来个170好了。哇，好快哦，182，这样血是不是太少啊？30150，好，这样应该可以。那魔矿的部分呢，也是要装上风减伤，基本上对方的伤害应该都会在风鬼王身上了。那我这边就这样子。好，我们来试试看吧。这一组其实我也没有很有把握可以赢。好，水人鱼先动。那这里的话，哦，他一直暴走，哇，差一点点，我的水人鱼都不暴走，然后他一直暴走，那好吧，这一场就算试验失败。那接下来这一场呢，是观众推荐的一个进攻组合。这边的话，风饼干应该没什么意外，就是要拿速度最快的给他吧。好，这里呢就我比较懒得再重新找一个，重新再找符文了，所以这边我就一键复原，然后去抓一个医术的符文。然后水枪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装迅速刀刃。那这里就是速伤弓。有风饼干的话，这边70，速度我想应该给他个190。
190应该可以。然后攻击力，我们试试看1600吧，看有没有这个数值。好，这个数值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看是攻击力比较好还是爆伤比较好。目前看起来是差不多诶。那我们就挑爆伤吧。然后呢，魔矿的部分，虽然说应该不会打不死，但我们为了追求保险，就还是装上一个火增伤，再加上一个3技能还有单体的爆伤增加。哦，差点忘了这个文物。好，那最后是火奥的部分。那火奥的话，我是在一般有在用。那这边就是再补上一颗绝望。然后魔矿的部分呢，魔矿的部分应该就都是找追伤就可以了。看一下有没有那种3、4个追伤的。好，应该是这样。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观众推荐的进攻组合吧。好，这边是跑赢的。然后打到这里的话，后面基本上就是要看火奥一个人表演的吧。哦，这个进攻组合真的非常的稳呢，我感觉好像比之前其他的，比如说像以前的火人马，然后或者是现在能用的水洗礼加上什么水全神的一个进攻组合都没有比这个还来得好轻松诶，我觉得这个组合可以把它存下来。这一场其实理论上不应该用火先锋来做单挑啦。因为风扇翼是一个撑攻击力的那个风属性角色，然后再加上说它有一个多段的伤害，所以对风先锋来说压力其实蛮大的。不过我预计后面要再打2场的2打3跟1场的3打3，为了把刀数消耗干净，这里我们就来做一个火先锋的尝试。那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哦，火先锋这个文物就很重要了，加攻击力的。火先锋的话，因为这个是原本就配置好的一个符文，所以呢就直接上。啊，这边是吸血刀刃工伤弓，再来的话就是吸血量增加的一个词条，那我们就来尝试看看吧。哇，第一个就被晕到。不过这边看起来火人鱼的血量是蛮低的哦。哇，我如果降攻丢回来，是不是就要被风扇翼打爆了？哇，果然回来了。哦，靠，消掉了，这样还有希望哦。诶，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不行如果我再打1场的话，我就要打3场的2打3了。
好，那这一场呢，蛮意外的，让我顺利的拿下来了。接下来这一场呢，要来打这个有一段时间没看到的防守组合。首先，水玄琴的部分呢，就是刚刚那一套医术的符文，再加上追伤的魔矿，然后再来是水牛的部分。那水牛的话，因为现在有文物的加入，所以我这里应该可以，数值应该可以挑的比之前还好了吧？这边的话就是选择速伤弓，然后速度的部分呢，我们来试试看190、190，然后1900这样子的数值有没有办法达到？好，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数值是可以达到的。那这边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说我要挑，看是攻击力还是爆伤来的比较好一点。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爆伤高的这一个比较好一点，血量的部分也达到了将近1万的这个血量。然后魔矿的部分呢，就是水属性增伤，然后换一下。这边应该是要放一个2技或单体，我记得是这一颗吧。好，那我们就来打打看这个防守组合。好，开场的部分是跑赢的，没有问题。然后这边这一个能控到他们吗？哎，没有控到火派哦，补晕一个也可以。那这里的话，我看起来我这边弓条是比较快的哦。哇！不要再暴走了。好，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一场呢，一样要来打这个就是水衣加上火派的防守组合。那这里水浒杖呢，我们先来装魔矿吧。魔矿应该会跟水牛哦，不行，不能跟水牛一样，它要装2技的爆伤，那就装上这一颗。然后呢，我们这里就装上了激怒破坏好了，工伤弓，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个爆率队长28，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只需要到72。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数值。好，这个数值是 OK 的，270爆伤，然后2100攻。然后我这里文物还没装，对不对？好，文物装上去。再来水鸟的部分呢，我们就要装一个迅速杂符吧。哎，这个应该自己配就好了。迅速，然后这边也是。那这里的话就是挑个体力。哎，那我这边应该是要放杂符，这个也是杂符。魔矿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装一个3技能的回复量增加。旁边这一颗应该不太重要，我就不用去改它了。好，那文物应该也不用装。这个应该可以一下秒吧？好，很顺利的一下秒掉了。那水浒杖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不用装破坏啦，因为它的2技本身就会破坏血量。不过如果装上破坏的话，就是普攻也可以破坏血量，在整体的推进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后面的部分呢，因为是需要时间来做一个，就是慢慢破坏血量，然后找时间再收掉对方的一个蛮冗长的过程，所以就让我们快速的带过吧。好，那这一场也这样子顺利的拿下来了。好，那么这一场呢，因为看到最后还有一场2打3可以来做攻略，所以我打算再用火先锋来凹一场。那这里的话，因为火先锋是固定符文，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去做一个符文的拿取就可以了，然后再补上文物的部分，就让我们再来打看看这一组能不能用火先锋一支单挑吧。哦，这边有反击到。哇，这一次，哇，这个完几乎都不太反击，好吧，那就是多凹了一场败场。好，那么最后一场呢，还是要回归到这一个4星的防守组合。那这边暗猫跟光瑞奇的部分前面都已经有介绍过了，就不再多做介绍。那这边魔矿跟符文的部分就稍微看一下。哦，这边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暗犬这样子咬下来，瑞奇会不会死欸？我还是先控一下他好了。哇，这个血量直接吸不回来，看来又要靠暗猫单挑了。哇，这个真的不是很顺利的一场哦。我先控一下，舞女。哇，结果我今天的光瑞奇都没有表现到欸，完全都是2场都是要靠暗猫一个人来扛整个局面。我下次是不是干脆直接暗猫单挑就好了？好，那么呢，在我打完最后一场的时候，今天的上半场也只剩下12分钟，那我们这边也即将要结算了。我们最后就来看一下三方的出刀数的部分。首先看到我们这里呢是88%的出刀数，然后被打了296场。哇，这场我本来以为被围殴的程度来看的话，应该会破纪录的，但是看起来还是没有我们之前，我记得最高纪录好像310几场的样子。那这次的胜率就是81%。那红色方呢，出刀数83也不错。那这边他的进攻成功率是只有59。那我们看一下他打了我们这边多少刀好了。他在我们这边总共打了将近70%的出刀数，那他这个胜率是相当的惨烈，只有54%。黄色的部分跟刚开场我打的时候没有差太多，就是现在是55%的出刀数，那胜率相当的低，只有47%。那他们55%的出刀数，总共有48%都打在我们这里，那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1打2的局面。
不过呢，在红一分段的话，我们这里的防守率看起来是相当的高啊，整体的防守率也到了50%，还不错。那就是在红一的部分还可以，再往上红二基本上只要被夹击，都是要面临输掉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一场红一据点战呢，一样是尝试了15场对战，当然没有都是很顺利的，有些运气，有些被暴走搞的，就是输掉了3场。那这部影片最主要的就是把整个配置符文的过程展示出来啊，希望有帮助到想要知道说怎么样快速配符文，或者是对这个系统还不熟的观众，能够帮助到你们。那这一次的据点战呢，差不多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订阅。我是槟榔，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大家拜拜。